男嘉宾小峰24岁，来自四川待业；女嘉宾小燕23岁，来自四川礼仪。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谈了3年恋爱是吧？对对，小片里说现在想分开，他不同意是吧？对，你不想分手是吧？是。大学时候就好了是吧？就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在学校很多女生都喜欢他嘛，就女人缘特别好的那种。刚开始他有过一个前女友，跟前女友分开过后就追我了。当时我不同意，我觉得跟我闹着玩的嘛，但是他一直说喜欢我然后我就同意了。追了多久？就几个月。然后呢？然后就我发觉就没有他之前说的那么喜欢我他的手机从来不会给我看，有些时候甚至消失4、5天看不到人的那种。你后来知道他消失4、5天去干嘛去了吗？就有一次偷看他手机嘛然后发现他跟他前女友发红包买口红什么的，就从来不会送我什么东西。然后我还发现了他消失了4、5天嘛，就他前女友过来找他了，然后他们在一起，然后骗我。你乐啥呀？你怎么还乐呢？他还出乐了一下，就是4、5天成功消失是吧？隐形，你干嘛去了？没有啊，那4、5天是我们寝室的室友大家组织出去玩呢。那你干嘛不跟他说一声呢？当时我们吵了几句，然后都说你不伤我，我也不伤你了。当时冷战中那给前女友买东西了吗？买了。发红包了吗？发了。是跟同学都出去玩去了吗？是啊。他还骂我说我无理取闹，然后还说自己根本不喜欢我。你说过？当时气话。不是，你气什么呢？翻我手机他的气点在这儿，你翻我的手机，那你怎么原谅他的呢？他就献殷勤什么的嘛，然后我心软就原谅他了。献殷勤，你就可以原谅他对，因为第一次这样嘛，然后我就原谅他了，然后他还跟我保证以后肯定还是继续呗。就后来嘛，我发现他微信好友还有他的前女友，然后跟我们学校的学姐学妹聊天都很暧昧，然后发现了他还是骂我神经病。重点不是骂你，重点是不是有跟学校的学姐和学妹暧昧？咱先没有啊，没有没有啊，跟同学之间打个招呼礼貌很正常只是打了个招呼。本来就是所以你觉得他是多心了，是这意思吧？就是很小气的这种感觉。然后有一次国庆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回老家了但是我当时跟我朋友在外边逛街，然后我的手机被偷了嘛，就很伤心。然后晚上跟他开视频，他不接，后来接了过后他在被窝里边接的，我让他给我看一下周围，他就挂了，就很害怕的样子，不知道跟谁在一起。什么叫很害怕？挂了过后2分钟我给你打电话，你接过吗？接视频有接过吗？当时我们才到酒店，大家还在太阳明天去了。你不是说你回家了吗？我说回家出去耍呀，跟你说了的。那你后来跟我说你跟你爸妈呀，然后后来他回来了，翻他手机看到了跟一个女的出去玩了。什么叫一个女的？我们是一群好不好？全是朋友。不是刚才说跟你家人出去玩吗？这会儿怎么变成朋友了？是我幻听吗？他骗我。不是，因为我跟他说我去，因为我家人一路，然后他才会让我不跟他一路去耍呀，国庆不然不好推脱就是你不愿意国庆的时候跟他去玩，愿意跟那些朋友去玩。因为我们之前都约好了的。那为什么不是带着他跟你那些朋友一起去玩呢？当时没想这么多吧。他死活不承认，然后证据翻在他面前，他才承认。然后我翻了他那个女的朋友圈，然后看见他们一起旅游的照片什么的。我们一起出去耍，别人发的朋友圈，一群人呢。这个反正很多年前的事了至少有2年以前是吧？对对对。姑娘，所以我特好奇，那个时候时间很短嘛，刚交往嘛，你发现不对就快跑吗？你怎么还留下来了？你能清晰的告诉大家吗？就他哄我呀，跟我献殷勤什么的。不是他用了什么方式？他献殷勤最催泪的，或者最能软化你的是哪一部分？你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就我特别好，对我特别好，然后说什么花言巧语的，然后我奔马就相信了。相信了对那是你发自内心说的还是花言巧语啊？没有骗他呀。但是就是确实是跟一堆人出去玩是吧？本来就是没有特定的异性对象出去玩的，对吧？没有，只是不想带着他一起玩对啊。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那你回答我，为什么不愿意带着他一起玩？既然是你的女朋友。因为他特小气跟我的朋友都特合不来，这种感觉。就玩不到一起是吗？就是他进不了你那朋友圈，是这意思吗？就是。那你那些朋友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女朋友吗？说实话。不知道。那为什么不能让大家知道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跟我的前女友分手，才跟她交往没多久啊。这是他的这个理由和解释，这是在学校里头是吧？对，然后后面毕业了，他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了，然后有些时候因为一些小事都要动手什么的。动过手吗？动过啊，就有一次我不是上班的时候玩手机吗？就主管跟他说我玩手机，我觉得老板不在没什么嘛，他就特别激动，跟我下班的时候在大马路上面，然后过人行道的时候就很激动，然后就对我动了手，就打了我一巴掌。公司的制度不能耍手机嘛，上班，然后他坐的位置就跟经理背靠背那种感觉，他耍手机，然后我跟他说了几次，然后主管找我说了，然后我跟他说了喊他不要耍手机，根本不听我的。主管为什么找你说呢？因为我跟主管认识。然后呢？然后根本不听他，继续耍呀。然后下班之后我跟他说这个事情，说的很着急嘛，两个人，然后我就失手打了他一下。道了歉了吗？这件事儿？他后面还手把我的眼睛都抓破相了吗？然后我们就不能让你随便打呀，就没去公司上班了，然后就辞职了吧，两个都没去上班了。对。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嘛吵架，然后有的时候我不是家里面养了2只猫嘛，我特别喜欢猫，然后有一次他看不惯我的猫，就扔我的猫嘛，就一把扔在墙上去那种，特别过分。我打他猫是因为房子里面有5个人嘛，合租的，他的猫挺烦，经常跑到别人的房间床上去，跳过来跳过去的，别人都跑来，因为是我的朋友嘛，都跑来向我倾诉这些东西。后来呢？后来就是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嘛，就经常一些小事都要吵，然后他就回家考公务员去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成都就开始了异地恋啊。回家之后消停了吗？感觉生活平静了很多。你觉得呢？我觉得他还是那个样子，然后有一次就跟他开视频嘛，他跟他朋友出去玩了，他就死活还是不接，然后后面接了跟我说在吃饭什么的，然后我想看一下跟谁在一起嘛，然后他不给我看，然后我就跟他朋友打，然后他朋友接了过后就看见有2个女的嘛，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直骂我神经病。很正常，我跟他接了视频，我说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喝酒，然后他去一直找我朋友接视频骚扰我朋友，我朋友没有法了，然后就接了给他说跟谁在一起啊，然后本来就是我朋友的2个朋友在一起，我们吃了饭去打麻将这种。4个人约着打麻将，你也见到那俩姑娘了。对。但是你心里怎么想这件事呢？我就不相信他呀，然后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那你们这异地恋这都不消停啊？就我想分手啊，他不分啊。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他家里嘛，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要回成都的时候，就他让我收拾客厅嘛，然后茶几下面我没有扫到嘛，他就骂我，然后我们2个就吵了起来嘛，然后我说我凭什么给你收拾啊，我又不是你的保姆，然后他就扯我，然后把我的大衣都扯烂了。我问一下过年是你去的他们家是吧？对，他爸让我去的。我爸叫他去的。你前面不都说要分手了吗？怎么你还去他们家呢？他爸一直打电话让我过去玩呀，然后我就去了。2家人都见面了是吗？对。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就觉得他大男子主义嘛，然后他的脾气特别不好。你们家人对他的印象怎么样？我妈我爸就觉得他还行吧，然后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比较文静嘛，感觉给外表上面，就是在家的时候他对我父母肯定不会展露出一些脾气对吧，都很温顺这种感觉。他都这样了，你干嘛不跟他分手呢？2位？我觉得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就这样凑合着过。就我觉得我没有。男生是怎么想的呢？在一起这么久了，毕竟都断断续续吵，平静下来，但是还是挺想对方的。他根本不相信我呀，就每天异地的时候，就每天都会跟我开视频什么的。不是每天开视频不是为了相思吗？他是看我跟谁在一起。不是你们俩不是互相不相信吧？对呀。你也不相信他吧？好，那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就这样异地恋啊。为什么3年的恋情一直这么争来吵去，想分手又分不掉这个手？他们纠结在哪儿？问题又出在哪儿呢？一起进入新氧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女生是几次想要跟他分手的，对吧？然后他一哄就把你哄回来了。我就特别想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怎么样的甜蜜能把你哄回来，你就不离开他了。我觉得是我自己好骗嘛，我自己比较喜欢他。他就说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以后没有这个事儿了。然后对我也好，然后给我买什么东西什么的，就大概就这样就回来了，对吧？好，男生几个问题。问吧。第一，当我们提到前女友的时候，
提了3次，你每次都笑，你在乐什么？我觉得过去很久的事情了，对吧？再提前女友感觉毫无意义，懂不？你觉得没事儿，这个事儿根本就，所以我觉得太好笑了，还跟我说这个事儿。不是说太好笑了，只是说笑着面对吧，这种感觉。哦，笑着面对过去，对吧？对对对。啊，好，明白。没有其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连他带都没有带到你的朋友面前，你是如何判断他和你的朋友们玩不到一起去的？因为他这个人还是比较爱吃醋这种感觉吧，对吧？就是你自己觉得他爱吃醋，所以干脆不带到他可能会吃醋的地方去。这是你的判断。好，现在我在整个的对话当中听到的就是，你觉得你的女朋友，短片当中提到很招人烦，打扫卫生做得不干净，每次都是要吃醋的无理取闹，这样的一个女生，你就应该离开她呀。今天她提出分手，你为什么还要拒绝，然后来到现场呢？如果你是不喜欢他，那麻烦你跟他分手，你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我觉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过去的3年，谢谢彼此的陪伴，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好吗？这是我对您说的话，我要对女生说，一个人是不是适合我们穷极一生的去喜欢和托付，不是看他对你好的时候有多好，而是看他对你不好的时候有多不好。听懂了吗？祝福每一位，谢谢。一个成年男人，当他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控制自己，而不是说我用一种更愤怒、更激越的方式去针对你。因为你明明知道他会动手，你明明知道他会暴躁，但是你还一次一次的去跟他怼，一次一次的去激怒他，一次一次的把他往最愤怒要动手那个状态去逼。你觉得你一直能控制得了状况和局面？就我不想听他的，他也不听我的。对，你是不想，那你可以走啊，你可以分手啊，为什么没有呢？你看你们2个人在面对别人批评时候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反应也是一样的。我没有说你们谁不好，或者说也没有说你这种态度是错的，我只是告诉你们，你们这个状态是一致的。刚才问你们有什么浪漫的过程在你们爱情当中，其实你们吵架就是你们的浪漫过程。我相信他这个暴躁的脾气的养成也有你的功劳，姑娘。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这种稳定状态是可以长期的这么稳定下去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他的这样的一种暴力的倾向变得不可遏制，那个时候你真的能控制掉局面吗？就这样，谢谢大家。老师来，简老师，我一点都不觉得你们之间有爱情。你刚才说啊，我跟他分开几天，我想他，你想的不是他。你说我们分手之后，他来一哄我，我就跟他好了呀，不是他哄好你的。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在看着你，你们俩彼此吸引的不是爱慕，不是喜欢，就是吵架时候那个激烈。其实从你们一开始讲，我就特别担心你们这对年轻人，真的不要在一起了，你们毁了彼此。我们这么年轻去做点阳光的事情，我如果是你们的长辈家人，我真的就一定要拆散你们。你们要远离深渊，不要再彼此激发。当然分手肯定对你们来说是撕裂，很痛，但是你们经常要提醒自己，这不是爱，你们之间没有爱，你们之间只是暗的吸引。真的告别这样的生活吧，我相信你们有吵架那份精力，那份精气神儿，咱干点任何事儿都干得不差，好吗？分开吧。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谈恋爱是一个通过对方了解自己的过程，而好的恋爱是让对方成为更好的他，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你们让对方都成为了更坏的自己。但是吵架又可以强化彼此的感受，会上瘾，所以你们现在还分不开。上哪去找一个跟自己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对手呢？你看他又笑了，接下来就是我要说的问题。
自尊和修养。一个男人满手是血的跑到医院，让一个护士给他包扎。护士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砸在了玻璃上。”你知道那个男人说什么？那个男人说：“砸在玻璃上，总比砸在媳妇儿身上好吧。”瞬间，那个护士对这个男人就有了一丝好感。人都会冲动的，但冲动完全不可遏制吗？这个男人也冲动了，一拳砸在了玻璃上，但他宁愿砸在玻璃上，也不砸在自己媳妇儿身上。这就是控制。心里有爱，就会把拳头砸偏一点，而不会砸在媳妇儿身上。你说对吧？对。所以说，冲动与冲动也是不一样的。冲动是来源于情绪被蒙蔽，但如果心里有爱的话，即便冲动，也只能伤害自己，而不会伤害所爱的人。这就是燕平红所说的，你们之间是没有爱情，有一点点心疼都不会这样。但为什么你们又会持续的在一起？这就是自尊和修养的问题。我们把你们之间的冲动回到第一次，是他打你是吧？你原谅了他，而且我相信你原谅他原谅的很快，一献殷勤马上噗呲你又笑了。刚才我在跟你说这话的时候你就已经笑了。这就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恶性循环状态呢？我受伤害了，我不会那么轻易的原谅你，至少我自己要缓和一下。但你不一样，一来殷勤你马上就好了，长久下来你们俩就没脸没皮了，已经就是你可以伤害我吗？你来呀，你来呀，你来伤害我呀，你看又笑了。所以说当我们在说你们之间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你们俩都很容易笑。所以我说白一点，就是你们俩不是面子皮儿很薄的人，挺厚的。到现在为止你根本不觉得这是一件多大多重要的事儿。说实在的，如果两个成年人的爱情谈到这种地步，彼此把对方的自尊扯得一丝不挂，可以随便打随便闹，闹完了立马就好，你们俩之间是爱情。所以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们，给对方也给自己，留点自尊也留点面子，就这样。其实他们俩在心里面你们都分析过了，为什么会这样，享受乐在其中。明显可以观察出来，女生在跟男生的交往当中是属于拱火类的，挺担心的。说句实话，就害怕你们未来某一天再这么下去会伤害到对方。基于现在所出现的这个问题，双方能不能学会控制情绪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其实控制情绪也是一个人成长的一种过程。那接下来问题就是你们能不能控制？如果双方能够彼此控制情绪，还可以再试试。大道理你们可能也都明白，该说的老师们都说了，轻话也说了，重话也说了，最后就是考验你们自己是不是成人嘛。我觉得跟你两个然后在一起3年了，断断续续，一路上争争吵吵，说实在的，你烦我也烦，其实很多时候。那你的脾气会改吗？现在我想说的我们俩的问题的是，不是我的脾气会不会改，需要我们两个相互的改。那你要动手啊。我现在什么时候对你动手？每次我都是忍你忍到谢谢两位，请回吧。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请关门。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挺好，挺好，挺好。抱一抱，直到